所有人都在抱怨自己买的 HTF 高4的脸是歪的，那你们的运气是真的不好呀！我就来挑战一下全网最正的脸吧，一点都没歪。没有，有很多人说我是中奖区博主，想看我高斯歪水的笑话，到底是哪个破代工厂呀？我这是港版的也不知道，真就把它当招和傲做了呗。初始摆了一个侧脸，和封面一样，就不能不开壳下结论了。你看看官图的这个脸多正了。说明书呢是印在盒子侧面的，盒子里面除了主体之外，有5对替换手型、1个红灯以及1个光线特效。那么拿出主体揭晓答案，可以看到脸呢是10分甚至6分的正，就是有点脏东西需要自己擦掉。我们以脸中间的棱角为参考，可以看到脸呢是很正的，没有向右边歪，那是你的错觉。如果你是买的全新的，在腹部和胸部各有一张防尘膜需要撕掉。一开始给你装的是炮子手，不摆姿势的话就很奇怪，所以说呢我们要换成握拳手来看一下。可以看到除了脸很歪，哦不，我的脸没歪，对，一点都没歪。其他问题的话就是肩膀肯定是做了轻微处理，因为它比之前的奥特曼要丑了很多，里面的拉伸关节没有露出来，而且上面还缺了一个大块。它的重量方面有着44克。细节方面，它的头部造型比较简单，就是一个向上翘的大耳朵，然后在额头中间呢有个银色的小灯。窥视孔感觉凸的又粗又靠外，离远了仰视还行，但一旦俯视的话就感觉它突出的是很明显。侧面的造型就复杂了一点，可以看到额头的角呢到中间就没了，耳朵里面有个金色的分丝，后脑勺是蓝色的，睫毛这是丑到爆了，你无论怎么调整呢都是空一大块。它这里确实是有蝴蝶睫毛，不过太靠里了，没有和这里形成一个连贯性。那亚克对比的话，虽然说它也是蝴蝶睫毛没有外露，但是呢它在最顶端呢是延长出来一块，高斯这直接凹进去了，所以说呢显得是缺了一块。感觉它之所以这样做，就是为了增强肩部的平转可动。我掰了2下之后，这里的消光就掉了。主体的花纹很简单，就是单纯的蓝银分色，不同分色之间有用刻线隔开。胸灯这是做的是挺蓝的，不过中间有一道不知道是划痕还是横膜线，反正是挺扎眼的。在左侧还有水口没有切干净，这次胸部的分界切割和雷古罗斯差不多，不是在胸部，而是又往下延伸了一截。不是说不好看，而是单纯的看不习惯。胯部的下拉关节也是改善了和亚克一样大的，这样就不用担心侧踢的时候会蹭漆了。当然也是一样的问题，防尘棒没有限位，所以说会晃荡。上面有给到银色的涂装倒是好评。腿型我感觉这次是做的更匀称一些，也是依旧膝盖正面横膜线。既然你们都嘴巴歪的话，小妹它的品控不会好吧？可以看到我的右大臂刻线里面呢有很多的漆点子，左大腿根有一根百会织毛。哎，不对，我不知道它是哪个代工厂的呀，我怎么脱口而出呢？难道这就是口碑吗？可动方面低头几乎没有太多，幅度还可以，转动的话会带着脖子一起，毕竟新微肩膀这么大一块让位嘛，所以说呢可动幅度会强上这么一点点。肩膀歪拉关节的幅度是挺夸张的，肩膀这一块的分色应该是延续的银色，而拉开之后可以看到是蓝色，断层感很严重。以前的蝴蝶肩膀头色还是会给刻线作为区分的，这次细节涂装都没有，真的很过分。然后胳膊肘可以平转，曲轴的幅度能够超过90度多一点，手腕的可动幅度还不错，胸部前倾幅度还可以，后仰比较一般，转动的幅度不大。胯部车体可以轻松的一字马，前踢90度，后踢大概是30度，大腿根可以平转，屈膝的幅度100度，脚腕左右的接地性不错，脚尖也有可动。一圈马下来之后，除了它脚腕上下的可动呢都是挺松的，其他地方都还可以。配件方面，听完手除了默认的炮子手之外，还有2对其他的炮子手，以及飞行光线手各1对。这对炮子手可以握住比较细的武器，好评。红灯发射偏金属粉，不过没有那个合膜线或者是划痕细节。难不成我拉灯是中奖了吗？光线特效键不是很通透，是一种梦幻的感觉，上面有很多的闪光，还有泡泡细节，做出了多种颜色的界面4，而底端呢是一种珠光效果的界面10色。整体看起来这2种发射效果呢对比有点明显呀。光线个头不小，而且主体也比较轻，所以说它即便脚腕不松呢，估计也是没办法直立撑住的。插入的角度也比较危险，拔的时候注意一下，防止弄断。虽然我的没歪嘴，但你们大部分都歪了嘛，所以说还是得做一下示范怎么修。头部连接比较紧，把脖子带下来了。可以看到它既然是一个新规的球形关节设计，你连低头可动都没有，你新规了个寂寞呀。不过既然它是球形关节的话，那全新版的呢？很遗憾，因为后脚太突出了，所以说装不上，只能修圆头了，倒是也不难。先把脸和后脑勺的分界这里呢撕开一条缝，做出让位，然后把下巴泡在开水里面30秒拿出来，这个时候会变得很软，我们用手指头顶住，给它定一下型。建议手指固定住它的同时，泡在冷水里面30秒，这样的话可以加速。可以看到这样嘴是不歪了，但是脸呢两边还是不对称，这里需要极细微的调整，手指还真搞不定。总之这个高斯做的还是挺敷衍的，而下一个奈克瑟斯直接给你明目张胆的投射，那是更加的过分。国内的奥特曼做的是越来越烂，而且呢价格还越来越贵，但是想玩6寸的奥特曼好像也没得选了。